你要真想谢我，那你的心可得跟我切。这样的话，咱们以后餐饮部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哎呦，夏哥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听你的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知道你本性不坏，而且你见证了他们走向监狱的全过程。我相信，你应该也不会拿那些不义之财，对吧？是啊，夏哥哥，你得信任我啊。哎呀，这一次啊，我算是见识到马总的厉害了，又聪明智慧，双商又高，颜值在线。哎呀，他和夏总可真是配呀！哎呦，你看我又说错话了。你呀，给我好好工作，这对我很重要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你们酒店就是要讨个说法，提高一下员工的素质和品质。你这倒好，一上来就要送什么礼品，送什么送啊？瞧不起人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一身上下差你们酒店这点礼品吗？啊？这位先生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们这位礼宾不小心把你这名贵的鞋踩脏了，我们理应赔礼道歉。对不起，这送礼物啊，就是为了给你表达我们的歉意。什么歉意不歉意？我要你歉意有啥用？我要的是一个礼，礼懂吗？我就喜欢讲理的人。好，说得好，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做企业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理字。哎，你这人说话我爱听。你们酒店啊，总算有个明白人，不要动不动就拿礼品和钱来压人。出门在外要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，对吧？说的太对了。这位先生，可不可以给我一张你的名片？我们今天礼宾部这么失礼，改天您要是有空，我想请您给我们礼宾部开个会，也请您帮忙指点一下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小伙子，多学着点。时间呢，就跟我秘书定。好。但是在座的所有人啊，请你们喝咖啡。走，你慢走。夏哥，谢谢，真的感谢。夏哥还真是厉害，佩服。没事。夏哥，你真厉害。那当然了，干咱们这行不得阅人无数啊，像这种人我见得多了。赵总，我刚刚都看见了，那个小子太嚣张了。袁斌啊，我是真气不过。你说他一个小混混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就凭着一个拍马屁的功夫，一举就爬上了餐饮部总监的位置。一个大男人，还真是不知廉耻。他如果只会拍马屁，那倒无所谓了。是啊，他现在明明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但是咱们天鹅又偏偏吃这一套。袁斌啊，我是真替你不值啊！哎，兄弟，你别介意啊，你看我这不会说话的劲儿。不啊，赵总，你说的对，
他夏雨晴凭什么爬上这个位置啊？我只是担心可爱，我只是担心可爱被这混混给骗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，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办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敢做，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新总监夏总的指示，看到有客人在喝酒消愁，不管客人需不需要，喝不喝，我们都会免费赠送一杯西瓜汁，加维 C 泡腾片。韩总，解酒效果超级好，您可以试试。夏雨晴，哪里都有你，我韩元彬一定会让你再这样消失的。不只是你，我要让你和你那些朋友全部离开，永远消失在可爱身边。元彬，你手怎么了？我呢是没有精力来接待他们的，不知道韩总有没有时间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韩总，您知道的，我不爽的人，正好也是你不爽的人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张总，你放心啊，这么大的客户就不说别的，只为这样我也会帮忙的，放心吧。很好。这个马总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夏雨晴这个人他到现在都看不清。餐饮部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，我看迟早会拖累这样的。我相信，这没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就靠油腔滑调是长久不了的。这狐狸的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。
你可不能对这个人掉以轻心啊！恐怕他没有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还没等马总弄清他，他就已经爬到了你我的头上。所以，算了，这个客户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放心吧，赵总。环风游戏的风评这么差，已经被列入很多酒店的黑名单了，只有 M 酒店一直接待他们。这些事儿，赵总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将他们争取到这样呢？韩总，您知道的，我不爽的人，正好也是你不爽的人。赵总，这环风游戏公司每年年会加休假长达7天左右的时间，他们的员工不断的给酒店压力，因此上了很多酒店的黑名单。这，赵总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啊。那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让他们入驻 JR 啊？以咱们 JR 现在的状况，根本经不起这些人的消耗。韩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希望赵总慎重地考虑一下，是否接待这些人。韩总，我觉得您是应该了解我的用意才会过来找我。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一条战线的。可是赵总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在同一战线的人应该相互坦诚，而不是相互利用吧？利用？韩总这句话说的有点严重。我是绝对不会做有损 JR、伤害可爱的事的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。韩总果然是个情种，但是韩总，我将这些客户交给你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，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被他夏雨行踩在脚下。赵总的心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我还是希望赵总能够站在我们酒店的利益上，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。进来。边边，你是不是又欺负可爱了？陆珊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现在很烦。不就是因为夏雨行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这男人要是吃起醋来，很难看的。不是陆真真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也站在夏雨行这边？啊，当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魅力，可是抱歉，现在我看不到，反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可爱惹麻烦。你也知道，夏雨行，他没有学历，没有酒店管理的经验，但是这么快坐到了总监的位置上，你觉得正常吗？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呀？袁斌啊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还以什么学历啊、简历啊去看待一个人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那么古板啊？难怪可爱都不喜欢你。陆真真啊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最好呢，赶快去跟可爱道个歉，
好。袁斌，我现在呢，已经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嫉妒的火种。我希望你不要将它燎原。我先走了。燎原，嫉妒。夏雨行，全是因为你，全是因为你，全都因为你。刘总，这杯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刘总，您请坐，来，哎，坐。好，谢谢。夏总，其实您真的不必这么客气。其实这次能够和 JR 达成合作，我们也非常开心。应该由我来请您吃饭才对。刘总，您太客气了。既然到了我们 JR，怎么也得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啊。夏总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才刚上任，餐饮部的整个流程都那么清楚，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，真是年少有为，大有前途啊！谈什么前途啊？我只是在履行我的工作。来，刘总，尝一尝我们的特色菜。夏总，我敬您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也祝您前途无量。一起努力，谢谢。进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一天天的不好好工作，老往我这跑。
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现在是夏总了，我不能过来找你了。我是怕别人说闲话。在积压，只有我说别人闲话，哪有别人敢说我闲话？真是。哦，我哥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听说韩云斌拉来一个大客户，他这是要发大力啊。什么大客户？这我不知道。那你在这废什么话呀？这怎么是废话？你得赶紧的抓紧机会表现呐！进来。韩总，夏总，你看啊，最近 JR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餐饮部刚刚又出现了问题，所以啊，我想给餐饮部做一个专访，也希望夏总能够好好的准备一下。为我做专访？当然了，夏总现在是餐饮部的总监，不过你放心啊，这采访只是文字性的，你不用紧张。好啊，那就麻烦韩总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我在谈一个很大的客户，马上就要谈成了，最近应该会入驻 JR。这些呢是我们客户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这些客户啊，可能要求会比较苛刻，咱们啊必须做好准备才行。谢谢啊。夏总最好是尽快的看一下，这客户虽然比较大，但是要求啊也是特别的多，尤其是出现在我们餐饮部刚刚换血，您刚刚上任这个阶段。不过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我们为了避免意外，也可以先把它推掉。没准备好？咱们酒店餐饮部可都是时刻准备着。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一定亲力亲为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那夏总你先看着，我去忙了。哥，他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主动示好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被我的魅力所折服了？得了吧，我总觉得他憋着坏呢。不管他憋着什么坏，只要他以后至少和我做到表面的和谐，那么我夏雨欣也是大人有大量的，也不会跟他计较。行，你高风亮节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是专门给你说抱歉的。为了昨天，也为了前一段时间我的不理智，给你带来很多困扰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我明明觉得自己是一个挺理智的人，可是我一遇到你的事情，就特别容易被感情左右。你说的挺对的，我们是一起共事的人，我们应该以工作为重。我呀，一直觉得自己挺专业的，可是没想到。其实我也有我的不对，之前对你太过于严苛了，态度也很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可爱，你不用这么客套，我们还是朋友，对吗？当然了。你还愿意相信我吗？谢谢你，可爱。为了表达我的真心呢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有一个合作伙伴的团队，一直是 M 酒店的客户。我通过我同学的关系，把这个合作伙伴的团队带到我们 JR 来了。我也希望能够给我们 JR 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客户，作为我道歉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够收下。袁斌，你这个礼物真的太让人难以拒绝了，谢谢你啊，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。对了，这次这个客户是很重要的，我跟夏总做好了对接。这不得不说，夏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，
他甚至事无巨细到每一个菜名的价格都记得，也答应每一个环节他都能亲力亲为的去做。哎，之前我的确是对他太有成见了。没关系，我一直都知道你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相信只要以后你们一起好好合作，我们 JR 会越来越好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的。我说你这一大早往脸上涂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多啊？那当然了，这护肤啊不分早晚的。哦，可爱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韩元彬呢跟夏雨行的确都有错，那你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呀，太没有女人味儿了。可爱，你呢得先从温柔学起，不要整天这样冷冷冰冰的样子。这女人呢可以装矜持，但不能太过于矜持。就为人处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婉约一些，千万不能太生硬，咄咄逼人。还有啊，这和对方说话的时候，两只眼睛要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。就算是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那也要时刻保持着微笑，这才是女人的加分项。对，就是这个微笑。什么加分项？我才不需要呢！哎呦，大小姐，你看看，我这酒店每天那么多事情，我哪有那些心情天天温柔啊、微笑？不过今天韩玉斌跟我道歉了，还跟我夸了一下夏雨欣，我还挺意外的。真的？嗯，看来我把他骂开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合作，毕竟两个人都很有能力。袁斌最近把那个环风游戏公司给拉来了，听说是个很不错的公司。环风？你确定吗？怎么了？这么大反应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公司可没那么好办，出了名的刺儿头。是，他们呢是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，但就喜欢整人，谁见到他们都得让他们3分。有这么夸张？那当然了，不信你上网搜一搜啊。这夏雨欣也没什么经验，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们之前找我当代言，我当然得上网搜一下啦。这一搜可倒好，吓我一跳。这么麻烦。不过我还是相信夏雨欣，毕竟她总是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办法。那就只能祝她好运喽。你还是先祝我好运吧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这次真的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那这个拿着。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呢，都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外表也很重要。你呀，回去赶快用一下这完美眼霜，挽救一下你这越来越明显的鱼尾纹啊！记得用啊！谢谢你啊。内外兼修啊！请进。马总，这是我总结了餐饮部近年来所有的资料，真可以当我们这家酒店的百科全书了。
安德鲁先生，您好。你好，大家好，这边请。这次贵公司能够把年会还有游戏发布会安排到我们 JR 酒店，我们真的非常的荣幸。Mr. Han，你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。之前你们的刘总跟我推荐了你们的方案，我看了很满意。虽然 JR 现在被想象了，可我觉得它更合适我们。安德鲁先生，我们啊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们的信任的。哦，那我很期待啊。安德鲁先生，这是我们办入住的，大家办一下入住吧。林斌啊，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这个安德鲁先生在环丰游戏的地位很高，所有的服务企业都认他，你可得招待好了。放心吧，赵总，之前你给我那些资料我都看了，我也安排人给安德鲁先生开了一个总统套房，放心吧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没事。请慢用。安德鲁先生，我们酒店餐厅的这些菜啊，都特别有特点，您好好尝一下。韩总真是太客气了。这都是应该的。这之前啊，赵总一直都好好的嘱咐我，要好好的招待你。再说了，我可是一直非常的敬佩您。你认识我吗？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见过面吧？我在泰国的时候对您就有所耳闻，您在这行业里面可是鼎鼎大名的。您带的这些团队理念都非常的新颖，改天我还想向您请教呢。韩总真是太会说话，来，这位我经理。来，欢迎来这儿。其实呢，韩总，你的事情以前赵总跟我提过些，你现在为情所困，真的是让您见笑了啊。不过呢，到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您多多帮忙呢。我懂。来，你说说你，又不敲门？你以前也不敲门。我跟你说个正事儿，就那个环丰游戏什么风评，就说那个韩云冰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没你说那么夸张。你呀，别老拿有色眼镜看人。哟，好了，你现在高风亮节，好手买，你们俩现在是平级，但是他要是多立几个功爬到你头上，你有的受呢。进来。夏总。我跟你说啊，环丰游戏公司将在 JR 入驻10天左右的时间。上次我给你那些资料，你应该都看了吧？这次咱们两个一定要配合好，一定要把这个客户留在 JR。安总放心吧，我们餐饮部一定会好好招待的，不枉费韩总的一片苦心。我当然相信夏总的能力，这次就看夏总的了。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哥，你别真不信，那还没转变那么快，绝对没安什么好心啊！就你这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家韩元斌就算想算计我，也不会拿这么大事开玩笑，更不至于危害到 JR 的利益。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不然我举报你啊！走不走？哎，不是。你们酒店怎么回事啊？这等了半天，就给一瓶百事干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酒店客人比较多，后厨比较忙，还请谅解一下。谅解？我谅解你，谁谅解我呀？哦，他们是人，我就不是人了。不是，那个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们酒店一直是一个以顾客为本，你们说的这些意见，我们一定会积极改善的。改善？我们饭后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，要是因为这顿饭耽误了，谁来负责？啊？要不然这样行不行？我送给你们每人1份甜点，你们先垫垫肚子。垫什么垫？啊？还着急开会了知道？啊？走，吃。还有，我要投诉你。干嘛呀你？什么干嘛？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啊，跟我装什么忧郁王子？上阵亲兄弟，别落下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寡王，你说韩元彬招来那些游戏公司的人，为什么都奇奇怪怪的？我今天中午给他们点菜，妈呀，1个小时没点出来，一个强迫症，一个选择障碍症，一个分析狂。呵，谁之前跟我说人家都主动示好了，还叫我别唯恐天下不乱的？你小子找死是吧？啊，是不是跟我拼啊？跟我拼吗？轻点，我开玩笑的嘛。那么多人，大部分都是程序员，你跟程序员要求那么多干嘛？给他们一台电脑，就感觉全宇宙都是他们的了。反正，不管韩元彬是真示好还是跟我假示好，我夏雨行都不会让他看扁的。必须啊！别说程序员了，就是西西狒狒猴子来了也不管用。怎么这么近？程序员怎么了？瞧你一副看不上的样子，你知道人家多少身家吗？可比你强多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嫌贫爱富是吧？你是不是喜欢程序员啊？谁不喜欢？挣钱多花钱少，心疼老婆，最佳老公的不二人选。行啊，哎，咱酒店程序员那么多，我给你找一个呗。行啊，你找啊。你几个意思啊？杨丽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刚刚你说这话没什么意思，你是不是行？那你找，你找，找呗，找呗，走啊，找。你好，客房服务。我温柔善良，勤俭持家。